大家好，我是永和彼得潘。等了这么久，我终于要继续拍计时系列的影片啦！我们今天骑的是在双北地区相当热门的新店到乌来桥路段，总长13公里左右，爬升273公尺。路线主要是丘陵地形为主，其中包含2段主要的爬坡。今天就让我和永和冰淇淋一起跟大家分享新店到乌来桥计时的小诀窍，还有我们这次怎么骑的吧。大家好，我是永和冰淇淋。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骑这个计时的？因为几天后就要比全景赛了，所以骑这个来刺激一下强度，刺激一下身体。哦，好，那我今天来骑这个目的主要是想说，好久没有跟大家骑这种全力的计时了，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开一个乌来列车，刷新一下自己的 PR。在这次开始之前，这边会有一段大概20到30秒可以撑过去的小坡，撑过之后会有个下坡可以稍作休息，所以这边我们通常都会带比较快一点。刚刚那2台车过去其实是蛮惊险，但如果你骑在路上要保护自己安全的话，尽量还是骑路中间一点，因为你这样如果被挤的话，至少不会没有路可以骑。骑在路中间被挤的话，你可以往右边靠，但如果你已经到路缘的话，被挤你可能就直接摔车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骑路中间一点，比较安全。这边怎么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反应？因为我前面卡车那波有冲一波，我想加速冲过去，但是后来他直接加速按喇叭逼我，所以没有成功。这时候我本来以为你会接上 Daniel， 但是后来发现你们已经开出了一点距离，所以就算我这边已经很累，我还是盯一波，赶快帮你把这个洞补起来。这边刚好介绍一下今天列车的乘客。今天乘客有霸婚、冰淇淋、我、Daniel、Louis、全哥、浩之，还有小周，总共8个人。接到！你看，你又在叫别人帮你擦屁股。不是啊，这个屁股这边我其实已经蛮惊的，因为前面太多波加速，然后我这边往右靠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晚一点再上去轮车，让大家尽量帮我拖一点时间，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我这边先选择退到后面，省一点体力，等一下在陡坡的时候比较不会掉队。虽然第一段连续爬坡是在前面那个下坡之后才开始的，但如果你去看 Strava 上面的路段，其实新屋路口一右转就开始计时了。这段快要4公里的缓坡段，如果要挑战整段乌来路段的排行榜的话，至少要骑在8分钟以内。但对于大家9分钟内都蛮有机会骑出个不错的成绩。这边有个关键，通常在骑丘陵地形的时候，速度的维持相当重要。在平缓段进入较陡的爬坡段时，一定要把速度拉高入坡，这样可以带着比较大的动能进入爬坡段，骑起来会快上不少。然后陡坡结束时，要把功率维持到坡段完全结束。在坡段结束之前降低输出的话，速度就会被坡度吃回去了。这边是第一段坡的最陡段，我这边觉得 Louis 开始变慢的时候，我就上去加了一波。并且你们在后面有感觉到我有加压吗？不记得啊，不记得？真的啊？不记得的话，那看来是我这边加不够大力了。
这边经过陡坡之后，我开始往后退。那你现在跟在浩志后面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稳稳的，然后希望可以活得够坡顶，这样下坡就可以休息了。那你在这边的时候骑起来会很惊吗？蛮惊的，因为前面卡车那第一波，然后后面又帮你擦了一次屁股，所以这时候已经消耗很大一半了。那你卡车那波你大概是开几瓦？为什么会那么惊？那一波好像冲了700还是800吧，因为就知道那个下坡被卡，可能就差个20-30秒，所以就要赶快冲过去。结果没冲过去，然后还消耗那么多体力，真的超值。哇，那是亏烂了。这边这个过弯，为什么 Daniel 跟你过弯的顺畅度差那么多啊？你刚才一个弯，他就把你放掉2个车身的距离耶。那个保守过弯都不太敢压。你要多骑一点啊，骑太少了。这边正式进入下坡段这边我也是真的很惊啊！刚才你带的其实也是蛮大力的，我跟在后面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我就想说，等一下看你能不能找个地方换手一下，就是到后面我可以完全不用踩，然后顺下来。这边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路段，从第一段坡顶结束到第2段爬坡开始中间，这段总长约5.5公里，其实也会占掉这段计时1/3的时间。我之前好多次都因为这边大意而没办法挤进排行榜内，这次一定要把之前的错误改正过来。这边你从左边出来，带了一小段，你这边大概踩几瓦？这个我记得应该有个300多吧。哇，那真的还是太慢了。我看你变慢下来之后，我就想说不行，这个速度不能掉，因为这边其实算是乌来计时蛮重要的一个路段。通常这边有个前方路口警示标志，我们都会看那个是绿灯之后才过。你不要太快。
Daniel 这波带的真的很猛。这座桥通常都会是大逆风，加上这边并不是完全的平路，还有微微的上坡，骑到这边真的都会觉得相当痛苦。好在我们有 Daniel 帮大家扛下了这波。这边其实我已经带到很硬了，在前面带真的是不太轻松啊，都要踩到350以上。我知道后面就是冰淇淋，所以等一下换它的时候，应该速度不会掉太多，因为它的瓦数其实是比我大的。换手，其实这时候我就已经很硬了，但是我为了让大家速度不要掉，我还是上去维持好速度，但是我很快的就轮下来，不要让队伍的速度因为我而慢下来。那在集团前面跟后面是不是其实真的差很多？大概差几瓦？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可能有差到200瓦，因为在前面骑350，后面大概就只要150到170。其实差蛮多的，哇！所以其实少轮一次车真的会省很多力，对不对？没错，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前面我需要别人帮我擦屁股。啊，对了，差点忘记跟大家说，在这次乌来计时2天前，我很不幸的感冒了。其实今天一整路心跳都很高，感觉完全吸不到空气。但想说，既然都把团开出来了，肯定是要把握这次机会跟上列车。之后我们也会有更多这种好玩的团，欢迎各位也一起来。Cycle Ride 台北的社团连结我也会放在下方哦。如果有什么想要看我计时的路段，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这边后置换下来 ，Daniel 开始狂带，哇，这波真的是加的非常大力啊！下坡也是要加到300、400，但是我知道等一下爬坡就要来临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也是想要省越多体力越好，因为我听说有人要在乌来彩虹桥攻击，是这样吗？冰淇淋本来是想要攻击，但是因为前面卡车，然后又要帮彼得潘擦屁股，已经耗费了大量体力，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活过第2段坡就好，冲刺再做打算。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尬掐的状态，就是大家都想要第一个到终点，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合作。你这边其实带的蛮快就下来，应该差不多10秒吧。差不多，因为平路我那时候就想说要把速度整个轮转起来，所以不是想要攻击我，没有，那时候早就没有力气了。但是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他会这么想省力的原因是因为要攻击我，所以其实这边我非常战战兢兢，我也准备好要接下他的攻击了，所以这边我的体力大概还剩60%到70%吧，我一直在等待冰淇淋所谓的乌来彩虹桥攻击。然后这边我发现速度慢下来，我就请求大家换我来带，因为如果我这边速度带上来的话，我的速度差就不会那么明显，我就比较容易接上他的攻击。但是等了一下发现，怎么没有攻击？所以就想说他应该是蛮累的。
这边其实真的很惊，浩兹看起来身体摇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他在这时候给我一个回眸一笑，我就知道完了，他可能要不行了，我可能要自己接上我和冰淇淋之间这个洞了。那冰淇淋那时候有发觉到你渐渐的跟浩兹拉开一点距离了吗？没有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大家应该都还很有力，所以我就是上去维持住那个速度。没想到浩兹已经开了一个大洞了，所以我接了这个大洞，我花了400多，然后现在300多一直延续，然后接到你之后，你似乎没有发现我已经补洞，你就是打一个轮车手势，然后这时候新安从左侧上来，你顺势接上，你这时候很惊吗？这时候超惊的因为我刚带完，本来想说叫你上来应该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 Daniel 直接一个加速，害我又要补一脚接上去。但我这时候回头看到你还跟着，我就觉得说你都没放掉了，那我怎么可以放掉？他这波真的加的超大力耶！我在后面跟着，哇，300多还开掉哎！哇，越来越远了，但我这边已经爆炸了。我这边看着你们越来越远，我就想说回点血，看在下坡之前能不能再加一波，然后把你们两个吃下来。但是我看现在的状况好像是你也开始跟 Daniel 拉开一点距离了，对不对？没错，因为我看到你开掉了，我就心安了，你就放心的开掉了。没错。哇，在坡顶之前，终于看到你了。我想说，你应该有特意放慢下来等我。那我这边接上你之后，我本来想要直接加速一波，让你带上来，因为我们之间有个速度差。我那时候就顺下坡，然后看你什么时候要轮上来，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合作，看有没有机会，至少看得到 Daniel 的车尾灯。歪一点。快点帮我，快不行了，上来就说上来了。等一下，这个速度就好。哇，我这边真的是超级硬的，我看你其实还要一直加，我怕你一加完之后我就直接爆炸了。我这边真的是拼死拼活的跟着。哇，大家看数字就知道，这真的是蛮夸张一个数据啊！
过了这个小溪之后，一个左转就是最后的100公尺。最后计时的结果，23分06秒，对一个感冒、身体状况很差的家伙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成功守住 Strava 排行榜边缘的位置，拿下了第9名。下次等感冒好再来讨回公道。好，计时系列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期待下次的热血计时。我是永和彼得潘，大家下次见，拜拜。干